另外呢，我看到彭批其实还有在讲说，有关自己的案子这件事情，我们应该也聊一下，就是说，发现黄伟越来越多蛮厉害的事情呢，包括说把你这个祖宗18代都大概查了一遍，包括贺老师那一边，其实你的资料也都看到了。对，我现在带来，但我不能给你看，我只能给你看我的前科。反正简单的讲哦，我看到了另外93个彭文正的户政资料，还看到了2个叫做贺德芬的户政资料，一个是老师，一个是无辜的人。你讲的彭文正，我今天是我还不在脸上，我在脸书上随便打一个彭文正啊。至少3到4页以上的彭文正，蔡奇亚米亚吗？蔡奇亚也不算蔡奇亚米亚，但是就是大家觉得这个名字很好听吧？还有甚至还有警察是彭文正，有什么都有，有国民党前省党部主委也叫彭文正，大概大我个10几岁，现在应该70、80岁了。哇！对，以前很多时候他一升官，我就收到花篮。以前你受他的盛名所累，他现在可能受你的盛名所累比较多一点吧。他收到传票，他收到不小心寄到他传票，老人家还要出庭这样子。对，那还有很详细，那还有这真的是我不太能看到的。没有，我的可以给你看，我自己泄我自己的密给你没有问题，其他的你不能看。你看，那对啊，我就。现在以后贺德芬跟林环强对我都很好，因为我掌握他的所有秘密。对。然后你看我这个就是赫然发现啊，因为那个黄伟去调我的资料会调得很详细嘛，赫然发现我前科累累啊，我真是个坏分子啊！你看我有1、2、3，我有7次被告的记录，我都不知道7次哦，我都不知道。只被告了7次，你是7次？我有7个案子，我被告过7个案子，我自己只知道其中的。我有出庭的，我有一次被爱国同心会告嘛，那个说的也很冤枉。我在正经看民事的时候，我们播了一段，我不知道你记不记得，我觉得你们应该有播，就是半岛电视台有一个调查报道，他们就潜入那爱国同心会，然后去偷录了一些东西，那很多媒体都有报，我们只是转载别人，然后讨论那个东西，我就被爱国同心会告，然后我就出了新北还是台北的那个法庭，那时候我心里还很低估。我说你法官你不无聊嘛？这种东西我们就是转载别人的东西，然后来讨论，每天政治的节目都这样。是，那他当然他就我问一问以后就没事了，就没有不起诉。那可是我就觉得很无聊，被告还要去出庭。那除此之外，我到目前为止被告是全胜，除了馆长那事情那很扯。馆长那个等一下再聊，那很扯，我根本没有收到那个。我没有出过1次庭，没有出过1次状。我等一下真的很好奇啊，因为我真的没有收到。这个其实不用骗人嘛，你台北地方法院，你去看送达有没有人签名，有没有人签名就知道有没有送达嘛。那既然没有送达，你连我的这个前科兵役资料，那个台北地检署跟地方法院都调得到，你不知道我家住哪里，对不对？你会不知道我户籍没有人吗？哎呀，真是这不扯了。好，那。你看，我们来看看，我有7个被告资料，大部分都是侦查，然后侦结我就不会知道，就是侦查不公开，然后他就签结了。但是你被告你也不知道，我不知道，这不合理啊，这没有保障到人民的基本权利啊。2种可能性嘛，一个他就是去寻求公诉嘛，那检察官就去侦查，侦查完了又直接签结。他就不麻烦你了，他就不调你来问了，因为觉得无聊，就把你签结了。但有人告你这件事情，你不应该。如果他告了民事或者是刑事，那就应该要传我。好，除非你决定不起诉，会觉得没必要。比方说我乱告，我告徐府啊，然后写了一大堆阿里不达的理由，那顶多检察官就把我找去问说你为什么要告他？你告这个东西有点无聊，什么口罩戴歪了，我要告他。好，那结果。他就不用去传徐府，因为觉得你传你干嘛无聊？你碰到一个疯子告你，你懂吗？但我不需要知道这个疯子告我吗？不知道，他就直接把你签结了。好，那像我这个案子里面就有很多疯子告我，所以我这8个前科里面好像6个是签结的。就检察官觉得无聊嘛，无聊就签结。像我们做争论节目的时候，很多人没事，像有人爱徐府没爱到也会告你，对不对？反正我们目前没有这个经验，很可惜啊，爱不到徐府，好告徐府一下，很多怪人嘛，所以。我才知道哦，原来我前科累累啊。
你看，你们要不要看？真的对啊，看没关系啊，因为我自己泄我自己的密无所谓了哈。可是黄伟就不能泄我的密啊，黄伟就不能把我这个东西给贺德芬、给林环强看呐，也不能让贺德芬的给我看呐，也不能给我的律师看，也不能给蔡英文的律师看呐。但是他这个是让你们窝里反这样子。所以我觉得你太过分了吧？对不对？可是我很好奇，彭斌，为什么像这样子？前科，你的前科或你的隐私这些前科累累，对。好，为什么要到美国去告黄伟？因为啊，人权在台湾不值钱。林环强教授是美国公民，如果有人泄露了人权在美国是值钱的，很值钱，很重视这个。美国像 FB 曾经被告过20几亿台币哦，赔偿哦，包括抖音很多都被告过大钱，都在美国告成的，因为你要在中国告人权，谁理你啊？对不对？所以刚好，那你说我们如果要去美国告，人家说你谁啊？林环强教授刚好美国人，美国公民，所以他在美国告黄伟。黄伟，你倒大霉了啦！我跟你讲，你们哦，在台湾的很多司法官没有把人权当一回事，包山包海。记不记得那时候黄世明什么那个跟马英九还有那个柯建铭、王金平不是打成一团吗？后来才赫然发现，原来你这个特侦组这么厉害。挂线是爱挂谁就挂谁，东挂西挂，整个立法院总机都被挂了，我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反正也没有人监督得到。对，结果后来有一个检察官很了不起，他叫林秀涛，他连女儿的手机都被挂了，他火大，他就告他这个长官黄世明，3年后下来判赔他10万，虽然很无聊，10万3年可能律师费啊时间都不止，可是他立下了一个案例，就是说。你官位再大，你也不能这样乱搞啊！你再怎么样堂而皇之，国家安全你也要依法行事，不能随便探人隐私，随便揭露。我说黄伟倒大霉了啦，这个案子到美国去告他，他死定了。那这样他出庭要到美国出庭啊？要看当告他的这个律师够不够强啊？很难讲啊。但是赔偿我看跑不掉的啦。难怪你说这个美国因为有过这个人权非常重视的案子，所以。包括黄伟这一次他去调，比如说 YouTube 说，他要证件关不了的，对他是要探你们什么底，但是好像 YouTube 是不答应的 ，Google 是不答应的，是 Google 只给了他证金关不了的负责人跟他的 IP， 就这样子，其他的对不起，其他的我们不能给，就讲这么清楚。他去要我的营运资料，要看我赚多少钱，他去调我的订户资料，所以我的26万的订户会跟着倒大霉。他会去调完了以后，还查哪些人去订啊？对，还哪些人按赞，哪些人抖内，他想要调我这个东西，你凭什么？对啊，就被 Google 打脸嘛。你这个动作，我一并交给这个林环强，一并去告。这个动机是什么？奇怪，他如果他知道你赚多少钱，他才可以印证说啊，你是为了狭怨报复，为了生计。然后，但是你去调这些订户干嘛呢？难道说连订户也要一起说你认同你的言论，然后？我不知道的原因是因为，那你把林环强跟贺德芬的那个婚姻啊、户籍记事给我看干嘛呢？对不对？你去调他们的干嘛？再换一个角度来看，我们3个不过就是一个2年以下的微罪，而且哦，这个诽谤除罪化已经是一个台湾上上下下已经共同往这个方向在修法。所以你去看啊，刑事告诉，像我们这种媒体很容易被告，对不对？我也出过3个庭，出过3个庭哈。搞不好你下次去调一下，你会发现你前科累累，你有30个案子，只是其他都不起诉了，都不起诉。OK， 对我也是啊，我第一次踢到铁板就是那个馆长啊，因为我根本就没有收到我的这个任何传票跟法院的通知书，我要怎么出庭？这个很扯，因为我们本来就很扯啊。政府官员他们讲啊，我是看报才知道，我们都讲你这骗人呐。然后马英九也最有名的看报才知道。你真的是看报才知道我败诉哦，而且还不是才知道被告，是才知道败诉。万一我是刑案，我发现我要被枪毙了，对不对？通知我哪天去枪毙，结果是因为我没有出庭辩护，因为我根本不知道我被告了，对不对？那不是很好笑吗？所以法官认为你恶行重大，你还不出庭，然后你还他觉得他故意在修理我，他放话给这个苹果日报跟其他报纸说我不出庭，我根本没有人传我怎么出庭啊？这个状况是怎么回事？他很简单，你去看你有没有人签收嘛？他就是按照一般送达的方式送到我的户籍地。理论上要有人签收，就确认你有收到了。对，那你看黄伟要调我的资料，连我的这个前科兵役资料都调得到，你法院调不到现在我的公司在哪里吗？你没办法打个电话，我每天在节目中27812266，
然后要抖内的小铃铛的，好要订广告的，欢迎打正经关不了。你随便问一个观众也知道啊，你找不到我也可以啊。对啊，你脸书加我也可以，所以我说这个司法人权实在是很糟糕啊，真的很糟糕。我又不是游民，说你找不到我。那这个事情，然后我就被判刑了。对，被判赔多少？啊，不是判刑啦，对不起，那是民事，我就被判5万块嘛。但那这件事你就吞了吗？还是你要？我不会吞啊，5毛我也不吞啊。我要走一趟，就说我先问清楚你为什么不通知我，对不对？我这么容易通知的人，你寄到我的户籍地，你就算送达了吗？然后我不出庭，你也不会叫书记官去查一下为什么吗？你不觉得吗？蛮奇怪的这件事情。而且我连状子都不出，你不觉得很特别吗？你真的觉得我在藐视司法吗？我不会那么笨吧？那你不会去问一下说，到底有没有送达，有没有签收？不会问吗？我就觉得很奇怪。对，然后另外呢，回过头来，我们再讲到说，好，这些纷纷扰扰，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说，疫情看起来就是这几个月下来，我们可能接下来要面对，可能会改变我们的生活。比如说我们现在其实就被规定一定要有这个隔板，要戴口罩、实名制等等，不能有连结，禁止有多余的连结这样子。但是喝茶不能乱喝，茶可能只能在自家喝哦，这样子。可是人家也在说，这个会不会把很多的产业打挂以外，就是说你把这些先禁掉。比如我听到柯文在讲说，你把这个8大行业禁掉，但是它不会不见啊，它只是转到地下化，你更难追踪，你要去管它才对吧？公共卫生哦，这个有个第一个很重要的阶段，就是不能让民众转入地下化。所以以前人家查缉毒品、吸毒的啦，什么艾滋啊、共用针头啊，你要让他们站出来，不要歧视人家，用健康的心态去面对他们，一起来解决问题，不要把人家污名化，然后像防疫那样子，什么打了2剂从国外回来，你现在国外比你更安全啊，对啊，还拿那个喷枪去喷人家，还广播，哦哟，防疫车来了，请大家走避，那个真的那个画面如果调得到，绝对是旷世经典，好笑的东西。不过我看到彭平有特别针对，比如说新北市说要，他们现在正在演练说，如果升到3级，他们有一个准封城，或是说预备要封城这个做法。对，我这边来特别讲一下，差点摔下去。新北市的封城方案这边有一个禁足21天，第二个你不得搭乘大众运输，第三个步行、骑车、开车，然后。这个是什么？步行、骑车、开车可能有所管制。第4个说要携带身份证。第5个公车会减少25%的班次。第6个每人每周只限外出3次。哇！第7个管制桥梁、道路、车站。第8个红黄线开放停车啊。OK。第9个医疗轻重症分流。第10个外送暂停。当然里面有一些对生活上面真的会有影响的，比如说。你外送暂停了，然后你又管制出入这件事情，我知道彭斌有在认为说这个封城方案是不是有待商榷的地方？我怀疑这个是哪个笨蛋做的。我后来想想，好像他们只是在演你，是不是？对，他们是有一个方案规划，就是说如果疫情到了某一个程度的话，要这样子。那这个哪个笨蛋提的方案？我讲2件事情哈。第一个，那个小朋友高兴死了，现在上学上1天休1天，开心死了，对不对？那台大学生，对不起啊，住新北的啊，你们就不要来了啊。可新北到外县市非常多啊，那多得很，学生就是这样子啊。那第3个，最后你会发现饿死的比 COVID-19 的多了个几10倍，因为停止外送啊，对不对？所以还不能每周每人限外出3次，要怎么算？所以这些要怎么做得出来？所以你会看，就是台湾的。政府官僚其实有时候也不分党了，你知道，就是这个政府的文化形成了，渐渐的朝北韩化了。就是政府呢出一张嘴，就制定一些很不合理的规则，然后让小老百姓啊遭个琵琶串呐。那这个目的就是在什么？这一样是在追病毒嘛。知道，就是在隔离病毒，你隔离不了啦，你赶快把疫苗引进啦。然后赶快让大家想筛就能筛，然后不要再给我搞7000块，7000块我告诉你，
连我跟徐府啊，我不知道徐府的身价了，徐府身价应该比我高，大概黄皮的1/10%，不到1%哦，真的吗？真的、口袋里我口袋里零用钱，我身上没有皮包。那我意思我只有100块，你只有1块吗？我连1块都没有。那有几个人可以付得起7000块筛检嘛？而且你真的会筛，你不会是一个人筛，你会是一家筛嘛，对不对？如果你觉得你今天有症状，那你一家5口35000，台湾有几个家庭可以 afford 拿35000出来筛检？这个政府太荒唐了啦，大笨钟。大家一直在讲说这个筛检应该是可以再降低它的价格嘛，0元呐，0元呐。我在美国就是 Walgreen， 我又不是美国公民，我拿中华台北的护照 Walgreen， 30秒免钱呀。那你让你在防疫中心，而且我还做了2次，你知道吗？因为我上飞机 delay， 我又超过3天了，我又再去1次。就你要做几次就几次，就是不要钱呐。你说不要钱这件事，我想到昨天李秉颖医师他又讲到，就防疫中心的所谓的5月天其中之一嘛，对吗？大家就想，他也超前部署，他就说，我知道现在疫情提升，疫情开始升温了，大家第一个一定想说，那就要普筛。他说那个没用啦，然后他讲那个没用之后，讲了3个理由，我听一听我不太懂。他说第一个理由，他说因为病毒有潜伏期，所以可能很难测出来。好，简单，如果你觉得普筛没有用，对不对？那为什么我们上飞机的人要去拿3天的报告？那现在边境什么都不要筛了，为什么要花7000块？对不对？那个没有用啊。对啊，那打疫苗也没有用啊。不然你看你下了飞机以后，2剂疫苗打了，还拿着喷枪喷你，然后说哦来了，有人防疫车来了，那就没有用啊，那都通通不要用啊。对啊，那你追病毒有什么用？病毒要跑得比公文快，那大家都不要做了嘛。对，对，刚刚光所以我说这件事情就很扯了。台大医院的感染科啊，什么这些，什么李秉颖也是小儿科的名医啦。这些人就是有时候高中某一段时间我们都在玩的时候，他很爱念书嘛。那并不代表他有一个宏观的这个 policy making 的能力啊。往往是这种钻进越小的领域当中的人啊，越看不到大局啊。逻辑不好，研究方法没有学好，所以才会讲一些这种前后逻辑不一致的这样的话。然后偏偏这些人又是中央疫情指挥中心里面的一些什么顾问啊什么，才会制定出这么笨的政策来嘛。那你知道说他说这个筛检，除了说病人有这个可能病毒有潜伏期，他第二个就说，这个可能要多花，我好像没听过30几亿。我想说，你再买这些疫苗或再买一些丢到水里，花多少钱？不是都什么编列几千亿或者什么动不动就是几十几百亿，然后30几亿，你说这个这个不要，我也觉得这个很奇怪。到底普筛讲了这么多理由不做的理由，我现在在想面子问题。面子问题是一个，我认为是面子问题。他现在做会被人家讲说，当初就叫你做，你为什么不做？现在才做，来不及，一定会。就我觉得是面子问题，没别的。可是他们很常就是反正法条一过，我就换一个方式说，这个时空环境不同，现在状况我觉得需要普筛了，搞不好那个有些人比较能凹，有些人就是更硬嘛，喜爱也衰配嘛。我真的是觉得台湾真的很不幸，就是说碰到一群很笨的官僚，来主掌台湾的命运啊。因为我现在担心的是，会不会除了面子以外，后续假设我真的普筛之后发现，对，这也是个面子，这也是个面子问题。我后续的医疗的不管的确诊数多之后的那一些收治啊，一些病床啊，一些隔离，我们后续的配套有没有？不就会戳破他自己的那个前面的那个吹牛的大气球？正常情况5%，5%。日本的医师朋友也这样跟我讲。他说过，他说他的日本也是去年的10月份左右，我不是很精准啊，反正去年的下半年开放一般诊所筛检，他说在那之前他的诊所也是照样看病啊，也没有人有什么问题，一筛了以后5%，他说他觉得台湾就是5%，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可以幸免。可是你知道吗？大部分人得了 COVID-19 是2种症状，一个是无症状，一个是稍有不适，3-5天就好了，自己痊愈了。所以呢，那也没事啊。那对，你看台湾到目前为止，因为 COVID 死的人才10几个嘛，没有，所以我就
赌他个1把。对，我就跟你讲说，这些人绝大部分，反正0.99999995的人都没有事啊。他本来想说，那这一把我赌赢了，我过了就过了嘛。那我赌什么？我赌大家的这个健康。我赚什么？我赚我的台北市长，赚我的这个高支持度，赚我的这个神坛上的神主地位嘛。政治的这些筹码，这个赌很容易赢啦，因为那个期望值太大了。哦，就是你会 COVID 会致死的几率很小。你不要说美国很多，你要晓得美国是3亿人口，如果你除上那个 population 来看，也是99.999999的人是医好的，或者是自然痊愈的，或者是在家睡一睡，喝热水就好了。所以，我们说大笨钟很笨，搞不好他都算过了，他算过这个几率跟期望值，他觉得值得一赌嘛。而且反正所有的疫情资讯在我手上，我认定对可控可管嘛。对，我认定他是阳性就阳性，我说他伪阳性就伪阳性，我说他第1次伪阳性，第2次阳性，第3次又伪阳性，那话都是我在放的嘛。所以我说做我们媒体的人呢，如果每一个人都要站在一个很灵巧，圣经上说要寻良像鸽子，意思就是说，我们对于政府、对于人，我们是要很良善的，给政府官员有做事的人给予他鼓励，但是我们要灵巧像蛇。在圣经中，蛇的比喻是什么？是撒旦，是魔鬼。圣经为什么？上帝为什么叫我们去学魔鬼的灵巧或者干跳？因为人很多很干跳的人，所以我们要去学习这个，我们才能够幸免嘛。所以我说，我们媒体人就是不要一天到晚被这些政府官员给糊弄了。所以以前我跟我的学生讲，你们为什么要学研究方法？他们觉得老师我学统计学研究方法干嘛？我说就是要让你们将来不要被政府糊弄了。就是你至少你不懂这一行，但你懂得逻辑。你会从他讲话的逻辑当中判断他说的话有没有道理。对，因为我们刚才看到这个，我稍微看一下最新讯息，这几天下来，恐怕今天的确诊数又新增新高了。我刚才看到，好像说至少可能会超过20例，但等一下指挥中心说明的为准啊。20例还是很少，超过。如果我们把它除以人这个 population 还是很少，但是绝对不止20例。对，所以是不是连那个疫情这个确诊数这个都是资讯还掌握在手里，这样子慢慢的放？这是他们在放的，所以我就觉得，对。好，最后一点点时间哦。当然，观众看论文开箱也很关心，说最近除了官司之外，在查论文们的进度有没有什么样的新进度，或是有没有一些新发现可以跟我们评判一下？我最近在阅卷嘛，把那个黄伟，其实这个论文们啊，这些犯罪集团犯的最大的错，就是起诉了我。如果我们3个都不起诉啊，稀里糊涂的甚至他直接把它侦结掉的话，他调阅的这些资料都不会露出来。他现在一露出来以后啊，他们拿出来很多的资料，他们认为那是证明蔡英文有博士学位的资料。一会儿英国什么谁写信，在我们眼里啊，恰恰好是你们这个犯罪集团犯罪的赃物啊。我这边就不多讲了。等到法庭上，我们在台湾、美国、英国一同步打开的时候，你就知道潘朵拉的盒子，这里面全是病毒。就是这一群人啊，办事不牢，然后又不是很用功，所以我说蔡同学最后就笨在哪里？笨在那个猪队友，你知道，就跟猪八戒一样，怎么死最后就笨死了。就是他旁边的这些人，就是能力不强，然后使命感没有像我们这么强，就是我追这个东西，然后研究方法也没学过，所以他好几个团队去兜他的那个东西，而且想办法证明论文是国内有一群人，然后去弄公文啊，什么造假啊，国外去找公关写弄什么有的没的，然后去弄一些东西，就一兜在一起，兜不拢。你复杂的痕迹越明显，变成到最后，可能看出来的证据越来越多。我们现在是进入晋升期，因为我们不想在节目或在公开的地方再说了。这些东西一丢出来，我跟你讲，台湾真的是因为论文们要准备打包看起来的人啊，从一个棒球队哈，已经变成了一个有什么比棒球队更多的？比棒球队一个联盟吧，变一个联盟了。真的，大家集思大概差不多 MLB 啦。好，最后一点点时间，我要问说，当然我看到最近陆续很多的单曲出来了，那包括彭批也一直在讲说，这个电影的进度也一直有在进展。像电影的话，有没有什么样一个雏形或什么样一个规划，也可以让我们了解？我们的脚本已经在整理，逐字稿已经差不多了，但是因为这件事情一直在发展。其实很精彩，我们觉得
我们现在脑袋里有2个想法啦，一个是做像那种影集类的，就是30分钟一直连续的那一种的。我们现在的脚本是影集类的，那另外就是因为我在飞机上看到一部电影叫《Just Mercy》我觉得很值得看啦。就是一个年轻的黑人律师。对，你看过是不是？对，我觉得蛮感动的。你要知道说，这个世界上这社会会进步，就是因为有些人不计较名利，那做很微小的事情，可是却改变了世界，做了很大的影响。那或者去做这种东西，但是因为论文们太精彩，你知道那个细节太细太精彩。那个犯罪的手法跟犯罪的人牵扯到真的很广，所以我怕一个电影1个多小时、2小时没有办法把很多东西拍得那么精准，又那么应该是说没有办法弄得这么好，还在天人交战了。我觉得做成影集会很精彩，拭目以待了。那我看到很多的观众留言说，那今天节目只有1小时吗？他1小时已经到了吗？他说怎么这么短？他们觉得意犹未尽。那每天晚上你就晚上8点钟准时锁定这个彭批的震惊关不了。那我们的论文门开箱是每周5的下午1点钟，如果你错过的话，你还可以来补课。那我们今天时间大概1个小时已经到了，所以也是谢谢彭批。那希望说大家身体都很健康。来脱一下这个口罩，证明我不是彭于晏。帅，这个是彭成六。彭成六。好，拜拜。拜拜。